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习近平大动作在对这个美国这个国防方面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防御的措施哦。首先，解放军的前海军司令现在传出来，有可能会接大陆的防长啊，就是原本李尚福的位置哦，因为本来这个位置悬缺在那一边，那现在可能的人选有可能是这个解放军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那或者是说原本担任这个海军司令员的这个董军哦，就是现在目前都有一些被点名的呼声呐，那这个是美国的媒体的点名哦，所以这个到时候是如何，恐怕还有待这个真正中国大陆这边的宣布。那另外呢，习近平又任命了新任的这个海军司令，因为在这个中非南海争议持续升温之际他现在等于说创纪录，1年内4度晋升上将包含了王文全以及胡忠明，他们这2位呢都从中将晋升为上将。除此之外呢，中共中央军委会的参部高层也有一些调整作战局的这个原本的局长，就是这个曹清峰呢，也升任为副参谋长。那另外看看这个李尚福的火箭军采购弊案除了李尚福之外，还有包含中国大陆有3名的军工巨头就是吴彦生、刘石泉还有王长青，这个都取消掉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3人卷入到了这个火箭军的腐败案当中那被撤职的李尚福其实也是牵涉其中，等于说大动作的打贪打腐希望能够赶紧把这个军备都能够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轨道上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国安部的探员据传过去他们情搜主要来源是比方说在使馆的一些宴会上的耳语但是呢现在就是美国观察到了说，哇，他们的这个进步已经足以跟 CIA 并驾齐驱了。美国的官员就讲到说，国安部的探员目前在北京拥有一套 AI 系统，能够追踪美国的间谍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士那美国现在目前传出仍难重建在中国大陆的情报网，所以他们要了解中国的高层的一些计划，现在没有那么容易了。根据一些现任或是前任的官员讲说，其实在2020年之后呢， CIA 还有一些国防情报局以及其他美国一些间谍机构他们加速的转向，本来呢是主要在反恐跟中东方面的一些可能这个重点放在这里但是现在转向了，变成要扩大渗透到中国大陆的政府的内部，然后并且把这些预算通通都转往这边，这开支经费全部转往这个琢磨在中国大陆这里。那另外我们看看美国除此之外呢，还有削减一些中东的经费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引爆中东大战呢？传出 F-18 的战机从美国的航母出击，这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他们有提到说，这个阿利伯克级的这个飞弹驱逐舰和艾森豪号的航母的舰载战机 F-18， 他们联手击落了10几架自杀无人机跟这个反舰飞弹那美国基地遇到这个偷袭现在拜登亲自下令要空袭报复真主党这个吕山的设施。那伊拉克的这个总理苏达尼就提到了，美国的空军导致他们的军人有1人死亡，还有18位平民受伤。美国是在侵犯伊拉克的主权所以他们也表达相当大的不满。另外还有伊朗也在里海这边部署新的军舰。那里海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湖泊那虽然不跟这个海洋相连，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海域，大概有差不多5个国家都在周遭，那他们也都有自己的领海，还有经济海域，还有航运以及海军。在11月初的时候呢，伊朗向里海这边部署了一艘新式的军舰，那它具有这个多目标的追踪能力，堪称里海最强的军舰，也使得这个周遭的一些国家现在都紧绷神经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美国在南海这边不断的在点火嘛，那菲律宾竟然现在传出来好像态度上又有一些转变小马可是说仁爱礁的主权问题希望可以自己解决他是不玩了吗？是不打算继续当美国的这个代理人冲在前头了吗？他提到他说虽然美国一直在帮助菲律宾海上巡逻，但是菲律宾人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再继续踩油门下去，恐怕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真的是无法收拾那我们看看菲律宾知名的政治评论员，他提到了这个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跟这个菲律宾的一些民船
这是故意挑起事端哦，他们在执行美国的妙手项目，刻意在碰瓷这个中国大陆吗？还有呢，这个菲律宾哦，现在也不打算要买12架美国的 F-16，因为他们说有点贵，那他们觉得说这样子哦，24.3亿美元好像有点超出他们的预期哦，所以传出有可能要取消订单，转而向丹麦一些国家来购买2手的战机。所以菲律宾真的态度上面有松动吗？那美国的智库学者现在提出呼吁哦，就是说，应该要扩大对于印太的这个军事援助啊，比方说要对于菲国啊，或者是印太地区啊，要表达一些援助啊，不能够断掉这条线，以利抗中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目前习近平的大动作，在现在目前的一些新的军事任令上面？我想国防部长这个任命应该是很快会出来了，而且因为已经拖了一阵子了哈，不管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说他是不是会跟美国进行这个高层的对话。我们知道上一次就是刘振立和就是美国的新的就是 Mike Brown 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呢举行了高层的对话，那是在习拜会之后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二个，我们看菲律宾哦，我反而现在觉得有一点警讯，因为连续几天哦，第一次是前天的《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这菲律宾持续的依靠美国挑衅在南海的事端，极度危险。然后昨天我看到了《环球时报》的社论，也是同样的类似的这个说法。那昨天还是今天的那个。在香港的英文的，就是这个就是叫做《南华早报》，刊出了菲律宾的最有名的这些企业家开始在发言，说跟中国的关系很重要啊，我们应该用更多的外交，而不是军事上的这个挑衅。他这么一讲话之后，这一两天呢，菲律宾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了，我们不是要去挑衅跟中国的军事冲突。那当然，他的逻辑是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岛屿跟就是相关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主权权利。那现在的确我觉得美国也在，因为刚刚看到前面那一段提到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国防授权法，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么一块，有跟就是说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伙伴如何加强军事上的合作，它有一大部分的这个经费没有明确的指菲律宾，不像是他有明确的指台湾出来，但是呢，这一块大家现在都看到，很可能就是未来美国加强跟菲律宾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目前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嘛，对不对？在这个巴拉望岛以及吕宋岛的北部有3个，所以这一些可能大概都看到未来美菲之间呢，在军事合作上会加强。那可是呢，虽然 F-16它是过于这个昂贵那么小马可是这里必须要这个称赞菲律宾我们台湾都没有胆子去说 no， 对不对？也许我们觉得别的地方买不到，但是呢，小马可是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买，所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有一点这个空间是不是在这个空间当中，知道来自于菲律宾企业界的压力以及中国大陆的警告，他可能在紧绷或紧张的情况之下。还是避免真的进一步产生冲突，但是各位，进一步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许不高，但是这个整个美菲的这个军事合作已成定局，而未来在南海，菲律宾至少在小马可斯任内，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被美国抓住把柄，对不对？应该要公告出来。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什么资讯，如果照前面讲，这个就是情资的这个征收能力很强的话。透过什么样的角度让大家知道，让菲律宾人知道嘛？你们真正的符合你们国家利益，企业主已经说了，怎么样的跟中国的关系才是符合你们的国家利益的？好，请教将军。好，这次确实是没错，这个胡塞组织发射好几枚，但它不是反舰飞弹了，它是弹道导弹。但是也很奇怪，它弹道导弹居然可以打到轮船，移动中的船，这创世界纪录。以前军事上还没有这种记录，只有反舰导弹可以打到船。那弹道导弹它打到外太空再往下面掉，它还真准。那这次它发射的所有的导弹都被美军拦截下来了，无人机也被美军拦截下来了。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以前某一个我们台湾的
这个少将讲说，这个爱国者飞弹拦截率是70%，这是从哪里算出来的？你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算出来的。胡塞组织它发射的飞毛腿飞弹去打埃及打沙特，对不对？沙特有爱国者飞弹去拦截，他们算出来它拦截率是70%，是从胡塞的导弹去打沙特，拦截率是70%，也就是说他们通常都用3发去拦截1发，这是军事上的常识。那我现在问你，你拦截那么多发，你用了多少枚的爱国者的导弹去拦截这些这个飞毛腿？胡塞打出来的飞毛腿飞弹，你现在用这种 F-18战机去拦截一些这个只值2000块美金的无人机，你动用多少架的战机起飞？你航空母舰在那边一天要烧多少油？要烧多少啊？它是不烧油了，但是战机起飞降落要烧多少钱？你美军光拦截这些无人机跟这些导弹，你花了多少钱？问题是说你还要在这边搞多久？大家要注意到，今天我们上面还特别讲说里海，你知道里海它有一个重点，知道？你去看地图上面里海，你就会发现它是连接有2个国家要经过里海，就是从伊朗到俄罗斯会从里海走，海运的运量是最大的。它从里海那边，我们说现在大概大家都了解到，说伊朗最多的这种军武就是无人机嘛，对不对？现在俄乌战争最需要就是无人机，它是不是用这个里海这边就运送无人机到给俄罗斯，甚至于说它可以给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都可以用这条航线来运。在这种状况之下，现在胡塞组织已经封锁了红海。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在封锁地中海的话，你以色列怎么办？你美军还要派多少条军舰在这边才能护航这些东西的安全？之所以讲到菲律宾，我要特别讲菲律宾，你这个国家马可仕，你今天所有外汇，你是靠你的人民在国外当非劳非佣，然后赚了钱汇回你国家，你有多少钱去养12架的这个 F-16战机？你这个飞机不是光你买来摆在那里摆样，你后续的维护保养，对不对？起飞弹药，还有甚至于说你还要预警机才能够达成作战的任务。在这种状况下，你菲律宾养得起养不起吗？你不要光在这边讲大话，你光靠你这些费用，你替你这些国家人民想想看，你不要光靠你这些费用在外面打工赚的外劳的钱回来汇回国内的外汇拿去买这些武器，对不起你自己老百姓。好，请教郑源哥。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啊，这个被撤职，然后很快就补上了王毅去接外交部长。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武被撤职，却拖了这么久，我忘了几个月了现在还没有要补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妥当因为国防部长毕竟是门面嘛，所以这个大陆要赶快把这个补起来那至于晋升上将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提升嘛，因为这2个都有了新职务所以那这个会不会使得这个大陆的解放军啊更不受到美国的渗透，这是要考虑的因为美国在利用改革开放期间里面，在大陆上的党政军里面都部署了很多的间谍跟线民那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颇能够掌握住大陆的一些重要的核心问题的动态尤其像去年美国的情报单位的智库，他直接拿出来说，你解放军什么火库房在哪里位置在哪里这个是大陆上泄密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所以大陆上也积极在处理现在处理到这个能够让这个 CIA 的局长公开讲说，他们现在对部署这种人本身的这种情报业务有困难的因为情报业务嘛，有电子的有卫星的有人是最关键嘛人最关键那大陆也应该要照比照在美国布下天罗地网两方面有来有往菲律宾的问题，我不认为马可仕能够自己做决定，我也不认为菲律宾的商业界对这个有什么影响菲律宾简单讲就是美国的傀儡国家嘛美国让他东他很难不东；美国让他西，他也很难不西更何况小马可仕仰赖的美国，因为他爸爸贪污了100亿美金，现在在美国被扣起来，美国跟他谈判，可能可以拿一部分回去。那另外的小马可仕现在还是美国法院的通缉犯，因为他拒绝为他爸爸的贪污去作证的问题所以被列为通缉犯。那列为通缉犯，他现在当然需要美国这方面跟他解除，所以他更容易成为美国的什么
可以操纵的对象。你其他人说，哎呀，菲律宾的经济啊需要中国投资啊，菲律宾的生意就为了那个仁爱礁那一点事情啊，就跟中国争论，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何况那个本来也不是菲律宾的，菲律宾是一直有这种声音，但是美国说了算。所以这个事情啊，是中美关系啊大棋局博弈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最新奇的讲法啦，就是说呢，要宣布台独才不会引战争。这个是谁讲的呢？曹兴诚这么说啊，他批评那个赵少康啊，他讲说啊，你讲台独会引来战争是错的，不台独才会引发战争哦。然后他说这个逻辑才奇怪啊，那叫这个赵少康讲说，这个那既然是照你这个逻辑好了，那民进党赶快宣布台独啊，我们就和平啦。就是如果台独不会战争的话，为什么民进党不宣布呢？为什么赖清德不承认呢？所以真的是一个神逻辑哦。他说你就赶快看看民进党宣布台独之后会不会有战争哦。那民进党以前很爱讲说政党轮替换党换人做做看，这8年政府干得一塌糊涂哦。明年选侯康当选之后呢，保证台湾会越来越和平，不发生战争，让经济变好，政治清廉，以及孩子有前途哦。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苏贞昌啊，也在那边开始跟上这个赖清德的脚步哦，开始在打金国牌。他们说蒋经国当年走反共3步路线，如今国民党这么亲中哦，那如果蒋经国还在世的话，一定会被活活的气死啊。那真的是这样子吗？赵少康就说你根本在断章取义哦。绿营执政16年，台湾有比大陆强吗？他说赖清德打蒋经国牌真的很好笑。蒋经国讲的重点是要用三民主义重建中国，反对台湾的地位未定论。那赖清德你同意吗？赖清德你不能断章取义哦，只拿了一句话就来说嘴哦，这样才是对不起蒋经国。那郭志亮阿亮也讲说，亮哥他讲说呢，蒋经国反共啊，但是不反中啊，可是赖清德杯弓蛇影哦，让人家喘不过气来。因此赵少康讲说，侯康啊现在的定调就是不谈统一，那由后代来决定两岸的未来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柯文哲，现在他们对于外交的这个话题哦，也有不同的论述。吴欣盈狂骂外交部是断交部，但是柯文哲却说，邦交数字哦只是个迷思啊，就算是零邦交都没有关系哦。他说，因为与中国的关系不好，所以才会被挖墙脚啊。但是零真的没有关系吗？我们看到很多人哦。很多民进党的人立刻就跳出来，好像不同意这个讲法。那我们先看看柯文哲说，对，我的态度就是如此，不在意邦交国的数量，比较在意实质。因为中国会在国际上打压，就是因为两边的关系不好哦。可是外交部就讲说，柯文哲的发言哦，恐怕会伤及友邦的情谊哦，甚至还讲说，哇，民进党讲这个柯文哲万一当选的话，会变成灾难，因为柯文哲的外交不沉着、不稳健。那你出自民进党之口就更讽刺了，民进党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外交不沉着不稳健呢？你看看，我们光是一个吴钊燮，不要讲别的哦，吴钊燮任内断交了7国8国，那他讲说啊，有任何政治责任都不会回避啊。今年3月份的时候，讲到现在。人还在位置上哦，那后来呢？就在今年的12月14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不论执政党是不是会连任，都将会卸任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逆过来看，就是说他要赖到2024-520才肯下台啦。那现在除了断交的7个国家之外，其实巴拉圭恐怕也都还会有这个断交的变数哦。所以民进党你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在外交上面不沉着不稳健呢？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哦。拜登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跟人大表达反对哦。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到了，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来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那甚至呢，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发言人也讲说，以台制华会注定失败。国台办也讲说，要立刻停止继续武装台湾以及介选啊。所以国台办是指控美国才是真正的介选哦。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解放军驻港部队现在组织联合巡逻，他们重点呢现在就是放在说要采取拉动演练的方式来出动这个陆海空部队。
这些部分的兵力哦，然后组织联合巡逻，重点呢锤炼部队呢快速筹划、紧急出动，然后特勤处置这些相关的联合作战的一些能力哦。那我们看，另外还有一些美国的学者在提醒，美国最大的利益啊，其实应该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哦，这可以说是可避免的战争。那习近平和一些美国的学者也有讲到说，中美有100个理由可以和平共处，为什么非要选择战争不可呢？美国政府说出一大堆理由，指责中国的不是，如果不遵守国际的秩序，对外侵略，破坏台海和平啊。但是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呢，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才是美国现在一直在台海这一边，好像拱火的一大原因嘛。这个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增源哥怎么看？真的，宣布台独不会战争吗？你认同吗？我觉得赵少刚讲的非常好，那不会战争，明天就宣布啊。对，蔡英文明天就可以宣布啊，即刻你有什么不敢？宣布。对啊，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我们帮你放鞭炮，这样可以了吧？不敢嘛。然后兵役也可以恢复了。对啊，对啊，对啊。理由在哪里？台独跟中华民国的独立差距在哪里？台独就是台湾在国际法上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如果你台独的话，土地是要割裂出去；如果是中华民国的话，只是主权分治而已。这两个差距很大，因为你就这个北京的立场来讲的话，你政权跟我分治，我们可以好好谈啊。但是如果是领土割裂出去，我还没有看过说有领土被割出去不打仗的，包括美国，任何个国家只要领土被割裂出去，一定会打仗啊。那曹兴诚，我觉得他应该去看那个老人失智科啊，会比较符合他的现在的状况。不过赖清德最近操作一波哈，大家要注意，第一个，他把3个候选人啊都打成台独，我台独你也台独，你干嘛有什么资格讲我台独金孙啊？那现在啊，6个候选人，包括副总统候选人，只有1个候选人叫吴欣盈讲说我是中国人，其他人没有。你也必须注意到这种现象。再来呢，民进党包括赖清德玩一个游戏，把反共跟反中绑在一起。你看蒋经国反共啊，对不对？那我反中啊，我也反共啊。那请问一下，我们对中国大陆是不是要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3步啊！我跟你讲，蒋经国那3步讲没多久的话，就有一部华航的货运飞机飞到大陆上，赶快去谈判，把飞机给弄回来。那谁是弄9·2共识？不是连战不是马英九不是侯友宜是谁啊？是李登辉你弄错了没有啊？为什么？知道李登辉觉得两岸很危险嘛，所以才去弄个香港会谈嘛。那这些对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民进党就是害怕被打成台独金孙。柯文哲还甚至骂他是台独龟孙。那你面对这个局面，他就开始跟你玩这个游戏。我反共反共就等于反中啊，你不反共吗？赵少康在讲说我也是反共那反共跟反中的界面在哪里呢？目前国民党并没有说清楚，或者在个论述上跟他纠缠，并没有。那可能未来的辩论还会在这个话题还会重新再上来。那3个人都台独，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不讲是我是中国人，我是讲是我是台湾人，对不对？那3个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这个是国民党要去注意去如何去处理的哈。那剩下一个问题呢，就更严重了，就是说，那好，我们要不要备战？备战到什么程度要台独当然积极备战好。那他会跟你讲说，你反对我国防预算，你不备战就表示这个你是亲共的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游戏了那柯文哲说邦交国的数字变0也没关系我是觉得他这个讲话似是而非。什么似是而非呢？我们的邦交国有些我们不当邦交也不行，为什么？是美国人塞给我们的。我公开讲没关系你说那个太平洋4国，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图瓦卢是什么？都是美国的附属国家就美国要他跟你建交，要我们付钱，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单也不能不买，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国防外交都在美国手上因为永明兄比较清楚还有加勒比海、海地圣克里斯圣露西亚、圣文森你也知道这是听美国话的嘛，对。所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来维持我们有邦交的假象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瓜地马拉、巴拉圭这2个才真正的关键所以
这个未来任何当外交部长也要在这边花点心思所以柯文哲也不用太轻忽这个邦交国为邻的一个国际法上的现象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我觉得蛮特殊的，这个选战打到现在还没有变成一个两岸政策选择抉择的一个选战，也就是说，在两岸的安全跟经济，其他都不讲了，什么交流啊这些东西，观光啊我们都不讲了，安全跟经济，对不对？生存跟发展，会不会因为是赖清德或侯友宜而有这个不同的差别？我想各位朋友你都知道，差别可大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差别的选择？那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话题，反而是这些旁边的侧翼，曹某某、曹新成在那边点燃这些东西。第一个，一直到11月底，其实都有蓝白合的可能性，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议题浮在水面上然后到蓝白切之后呢，你就看到12月15号、21号，那大陆它不是在穷台策略，很多人说这是穷台策略，你搞错了，你稍微这个比较复杂一点，了解现实好吗？它也是不再让利给你台湾了，只是这样子。它过去13年来，相当时间是让利，它的让利的目的，也许为两岸关系，也许希望这个 ECFA 能够最后签订，这个对双方都好的事情，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它持续的还让利给你吗？而且你这边还趾高气扬的觉得，哇，你不让利是你的错误，是不是政治考量？所以这539项各位知道如果都恢复到正常关税，现在只拿掉12项，对不对？12项里面9项变2%，2项变6%，1项变10%，基本上台湾这边生产就不会转到大陆去，就不会到台湾这边生产了。如果539项都拿掉，变成一般的关税，绝大部分就不会在台湾这边出口了，会影响到什么？两岸贸易的17%，以及非电子类的大概1/3，100万的就业人口，没有人在论述这个问题。那你说，那如果我们跟他这个两岸恢复正常的一个贸易往来，是不是 ECFA 签订会影响到？那个时候就有配套，而且我们的商品可以扩大市场对不对？这个但是因为现在选举讲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听不进去。对。可是呢，它会影响得很深刻。至于安全问题我终于讲到安全问题了，对不对？你还记得习拜会吗？习近平在拜登面前讲的这么的坚定的，现在是以和平统一为主，但不会放弃使用武力。那同时呢，美国呢也就回应以这个国防授权法，因为这是美国国会。你要知道，美国会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既反共又反中，其实是反中的一个大本营。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两岸之间我们在这个大选没有就做政策的选择，而选择一个倾向台独双独组合的这个赖清德跟萧美琴的话，安全问题马上浮现。我没有在说战争马上出现，但是呢，两岸的动荡，这个会变成一个家常便饭。好，请教将军。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最重要有3个元素：主权、领土跟人民。那领土跟人民大概很具体。我们不管是中华民国，就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2300万有人民，我们领土是台湾，我们现在能够负责我们现在治权所及的是我们台湾台澎金马的领土。那我们主权是在哪里？我们主权不是说，我每天跟人家讲说我姓厉，就所有人都叫我姓张。对不对？叫我张正杰，我不行，我姓厉。结果后来还好有一个杨老师愿意叫我厉正杰。现在我们台湾的邦交就类似这样嘛。那今天柯文哲跟这个吴钊燮2个就一句话叫做什么？你知道，一个叫孤丘比我畏，一个叫逼丘孤逃爹爹，对不对？互相在讥笑，一个说我们邻邦交没有关系，一个说你断交7国，这不是我们2个互相彼此在那边讥笑。那如果说是美国为什么要强压着这个诺鲁的南太平洋那几个国家要承认中华民国？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连这些邦交国都没有的话，就像我叫厉正杰，就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叫我厉正杰了嘛。你最起码现在还有一个杨教授愿意叫我厉正杰，对不对？那就表示说我还姓厉。但大家都不叫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说主权、外交、邦交国当然非常重要，这绝对不是这个柯文哲讲的说没有邦交国归零没有关系。另外第2个我要讲。
香港这个拉练，军队拉练，其实我们台湾，我以前部队的时候，我们也在拉练。什么叫拉练呢？拉练就是部队一边走一边行军，到每一个地点去，你都能够适应那个地方的地形特性，来实施那个地方的作战。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嘛，有的地方要防御，有的是高山，有的是丛林，有的是树林，我们每个地方都要去熟悉。那解放军其实在这个地方在香港这个地方实施拉练，因为香港来讲，我们知道其实它环境蛮特殊的，它有政治的因素，对不对？也有这个地形的因素，有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经济上面也有需要，所以它在每个地方它都必须要去适应那个地方，有时候它确保它的金融大楼的一个安全，或确保这个航运的安全，或确保它这个地方外国如果入侵的话的一个安全。所以每个地方它所要实施的战斗的方式是不一样。他们经常讲一句话，就仗在哪里打，兵要在哪里练。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拉练，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香港的地方确实是很特殊了。那你除了说我们要怎么样确保我们这个地方国土领土的这个不被人家侵犯之外，你还要确保这个地方政治能够稳定，金融能够持续能够走下去，而不会因为战争造成金融上面重大的挫折。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拉练最大的一个目标在这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个赖清德到底是不是有拆弹成功呢？对于他的这个赖皮寮事件似乎还在延烧啊。我们看赵少康讲他说，你管人家一大堆哦，因为现在民进党猛攻侯友宜，说拿凯旋院的租金哦，他们就是这个掐头去尾的讲，其实这个他已经是外包给这个星光来处理这个。就是租屋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去管星光要定价多少啊。但是民进党现在就是讲说啊，侯友宜啊，这样赚了那么多的租金哦。那赵少康就酸说你管人家一大堆哦，你自己赖皮寮也没有捐啊。这其实侯友宜就是个人理财的问题哦，他也不会去管一些细节。民进党就蛮无聊的。那赖清德你赖皮寮说要捐也没捐啊，管人家一大堆又是什么意思哦？那新北现在就是回应啦，就是郑文灿你讲说要这个依法行政嘛，那这个郑文灿你既然是行政院副院长，你也可以啊，那赶紧请这个赖清德跟一般民众一样申请合法房屋的认定，公务局也会依规定来协助受理的。不过我们看在这个赖皮寮事件当中，赖清德好像都躲在隐身其后哦，都是其他人出来帮忙打这件事情，这样会不会反倒加深大家的疑虑哦？因为赖清德本人不再对老家的议题亲上火线，就是不再出来哭哭啦。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外界的疑虑好像也只会加深，不代表他的选情已经止血了哟。我们来看一下，就蓝绿他内参民调来说，朱立伦说他们现在目前内参民调看起来南部的选情非常的好哦，很多民调几乎都是平手的，或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他相信北票南补的策略应该是会奏效的，那对于南部的选情也相当有信心。赵少康也说，他说这个政见会之后民调有没有下滑呢？他说他看的民调不是这样子的，朱立伦、金溥聪跟他都有在做，那我们有3份不同的机构做的民调也都是接近的，而且说跟这个赖萧配的差距反而是缩小。外面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参考就好了。那但是呢，你看绿营也有一些消息出来，好像看到了相关民调的人是不是有发现一些警讯呢？第一个人讲到的是周玉蔻他在脸书上面说自己打出来这一串文字，他说跟一位熟悉台湾选举的学者聊天之后心情沉重，是不是代表说这个选情不妙？绿营到底是总统选情还是立委选情不妙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大家问他，他也都是好像笑而不答，或者是说表达一个忧虑这个表情哦。另外一个透露出端倪的就是于天，他讲说这次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很危险，民调在误差范围内。那现在绿营高层也私下被问及是否已经被追上的时候呢，才首度坦诚领先的差距的确已经被拉近了。所以现在看起来
不论是立委或是这个总统，好像看起来都有一丝这种不是那么笃定哦，不再是那种赖清德可以躺着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美丽岛最新的民调，这个第99波的民调出来了，赖萧配重新站回40%的支持度哦，甚至还领先了侯康配11.1个百分点，差距又拉开了耶！而且他说赖萧除了在这个基隆、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马之外呢，全台都领先侯康哦，在云嘉南甚至已经拿到了52.6%的支持度了。那侯康是连双北都输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真的有差这么多吗？这是美丽岛民调的结果。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ETtoday 的民调，在昨天公布出来的民调，差距是没有那么大哦，就是蓝绿双方呢，大概目前只有差3.3个百分点左右啦。那所以现在就是继续在关注啦，看看接下来这一场选举还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倒数10几天当中来发酵，或者是影响最后的一个选举结果。那我们看赖清德还有一个新的牌要打，就是夫人牌哦。我们都知道，在这场选举当中其实陈佩琪当然是最常出现的，这是对于这个柯文哲来说，夫人牌早就打出来了。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也算是首次出动了夫人牌哦。他的太太这个吴梅如首支的广告的曝光了，说要力挺丈夫哦。那赖清德还说，这个相当的讶异，说他会愿意站出来哦。那影片也请来说赖夫人首度露面，向大家说明选赖的理由，因为赖清德是值得信赖的，为了保护别人呢是无所畏惧的人，相信他会把这个台湾给照顾好哦。那其实，在赖清德的从政过程当中，他好像感觉上对家人都是比较低调处理嘛，连儿子都要讲成亲戚这种低调嘛。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其实夫妻两人也是很少会公开一起露面啊。他们说这次算是首度露面，但其实我们也搜寻了一下，在这个赖清德2020的就职典礼上面，其实太太有露面哦。2019年的车扫，太太也有这个在人群当中露面，还有2014年台南市长的就职，同样也是有露面所以也不算是首度露面啦，就可能一般人不会像我们这样子往回去查询所以他们要打出一个这个物以稀为贵之牌，这个赖清德夫人都难得站出来要挺他了，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赖清德选情危急吗？还是选情大好呢？那这个我们都有待观察。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郑源哥怎么看现在这个赖皮寮到底有没有拆弹成功啊？他们现在反击这个等于说反击侯友宜到底有没有作用？从最近几天赖清德阵营不断的在打一个广告，叫做包租侯，这是攻击侯友宜这个有房子租给人家这件事情。那下这么大的重本，这么规模大的广告，表示赖清德的选情很紧张。如果他觉得稳赢了，他有需要下这个重本吗？不需要而且也不需要去单独打一个话题。他如果选情很稳，他就会不断的铺成正面的他帅气的他的什么了不起的政策那会强力的攻击对手，而且攻击的不是柯文哲，攻击的是侯友宜，证明侯友宜是非常接近他，所以想把侯友宜打下来。在这一波里面那个自从这个邱毅取了一个赖皮寮这个名字以后，这个很明显的，不管是美丽岛民调或者是 ETtoday 的民调，赖清德的民调都有下滑，尤其在美丽岛的民调下滑的幅度更大很明显那一段时间下滑的幅度更大。那可是经过这一番处理了以后，他想要把它打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违章建筑你柯文哲农地违法使用你这个侯友宜包租公他想要把它糊弄成一片，这种打浑水的战略在选战上是很常见的所以现在就是说侯友宜有没有被打到？有，很明显的，我们在各个民调看到他都有一点的止跌不再涨，或者是往下滑了。就这几天，我估计这几天光赖清德下的广告量应该好几千万打得太凶了，网络啦全面的光几千万来打凯旋院，来打这个再加上学生运动去贴什么纸条不断的创造新闻，是有伤到侯友宜那现在重点不在侯友宜伤了多少，那侯友宜如何一样的收拾残局，再反弹回去
邱毅在打赖皮了呢，就是比较可惜，就是侯友宜的广告或者国民党的中央的广告没有跟进。可是他们这一次在打这个包租侯的时候，是用学生先去做新闻话题，然后接下去不断的开记者会，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下广告。因为下广告跟一般我们的节目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会有特定观众在看，但下广告的话，它就会比较无缘佛界。听说他们还要在全台湾每个地方的路口都要挂这个包租侯的广告，就表示他很害怕侯友宜啊。侯友宜的确是有跟上，所以要把这个差距拉开。那接下来就看这个侯总部啊，或者是这个党中央看有没有什么一个来抵挡的策略。现在已经算是很急了，没几天嘛，没几天，不应该让这个赖清德这个拉开这个差距哈。即使说我们自己讲说我们的自己民调很好，基本上你没有拿出来公开给大家检视，你讲这个意义不大，那就会变成几个媒体为主导的这个舆论市场，会影响到西瓜派的走向。这连党中央如果的确有很好的民调状况，我建议就公开公布，让大家检视你那个民调的可靠性哈。那这个赵少康有讲说，他有自己做民调。金溥中有做民调，那通通把它拿出来，通通把它拿出来，要不然的话，你美丽岛民调差距拉开 ，ET Today 一向是对侯表现的相对友好的一个民调的一个现象，也拉开了。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要赶快做紧急的处理哈，不要在最后的这个挤马路，不是一里路，最后挤马路啊，失去这个竞选的先机，那就很可惜。好，请教杨老师。正如这个蔡委员的观察哈，其实当赖清德跟他的总部在不断的打包租公凯旋院的时候，其实他一方面是塑造出你跟我们没有差别嘛，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问题，然后呢，你还是针对学生，那学生也去做助攻，那最重要的是不断的这个广告，电视的、网络的，那这就比谁的这个口袋深。可是现在的这个选举讲句实在话，台湾选举选到现在，你就是比口袋深，同时你要比战略正确。你在这个广告，你在这个整个记者会以及媒体还有这些议题的运用跟操作，要相互的搭档。那美国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在看美国的一些选举的时候，他马上可以那种10秒钟没有任何的画面，就是文字蹦蹦蹦，说这个人他说什么东西，你们相信吗？这个人怎么样啊？你们能够支持吗？他就是不断的去做，到后来都是做负面的文宣了。现在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表示什么意思？这已经进入到割喉战。我觉得在这边我提出个建议也就是侯友宜，其实我们看他前面2次的政见发表会，我个人看到他出席一些这个团体的这个致辞。他讲话其实非常有魅力，完全不像是我们一般媒体对他之前的认知，似乎他是警察出身，然后呢做这些地方的事务，所以对一些议题的层面的掌握度不够。刚好相反，而且你看到他第1次、第2次的政见发表会里面，这亮点很多，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国民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团体战，而且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市长、县长。议员、立委，那再加上赵少康、赵先生，但现在必须要去凸显侯友宜，因为刚开始团体战某种程度会有，就反而分散，那媒体现在是一天来回好几次这个议题，尤其围绕着赖皮聊到这个包租公的这个议题，台湾的媒体就是如此，而且整体的媒体是比较偏好民进党的议题设定，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议题的反应上如何凸显侯友宜？接下来不到20天，要凸显的就是侯友宜。不要忘记，我们这是总统大选，从1996年到现在台湾人已经习惯，虽然在选票上面会有副总统的名字跟照片，但是这是总统选择的一个个人的竞争赛。因此呢，这个时候侯友宜真的跟各位讲，他其实有这个方面的魅力跟表现公台义的公台义有什么关系？反正大家都很了解，也都很支持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反而要凸显出他的这个主轴，然后呢，
大家其他的这个助攻，最重要的是在整个选举的策略上哈，你要能够下得了及时的这个广告诉求，哦，那同时呢，也必须要了解到台湾的媒体生态，其实你就会看我们节目的，其实大概就在这个时间点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这个观点哦，但是呢，你还是可以诉求一些中间的选民。可是广告真的是会影响到年轻人，尤其是不要忘记哈，我们看看那个柯文哲的部分，他其实并没有再上来，所以也就是说，年轻人可能会投票率不高啦，但是呢，如果投票的人能不能出现弃保，就看你的议题掌握、凸显侯友宜以及广告的这个运用。好，请教将军。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进党真的很会选举，不但会选举，而且选到没有人性。这个侯友宜他虽然会讲台湾话。可是他讲的台湾话这个国民党都不会把它扩大来运用。我那天侯友宜，我听他讲一句话，讲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讲说什么，就是讲他这个凯旋院的事情。他讲说那时候，因为他当刑警，他的儿子过世，因为火烧车事件，1991年的时候，然后他岳母，对不对？这个为了顾他女儿，那儿子已经死了，对，老公又是刑事警察，万一在外面跟警匪枪战。那刑事警察其实在出生入死了，万一哪一天，对不对？你也走上不归路，或者是因公殉职的话，我老几对跪好你吹。这句话台语侯友宜讲的，侯友宜是铁汉，他不会做戏，他不会演戏。其实这句话感动很多人。什么叫做老几对跪好你吹？就是他岳母跟他女儿讲说，我留一块留一个灶，留一口饭。让你将来万一你先生也因公殉职，讲没有你先生如果因公殉职，你现在没有儿子，你现在一个寡妇无儿的寡妇，我要留一口饭给你吃啊！你是我女儿，你说，所以说那天侯友宜讲这句话，听得懂台湾话的人，有这种感受过的人，他眼泪都会掉下来。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妈妈，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先生如果说在不幸因公殉职的话，为什么我会感同身受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军警消都是因为这样殉职的。殉职以后，谁照顾他家人？谁照顾他的孤儿寡母？对不对？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那些警消，对不对？因公殉职的警消好几个，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警消会这么气、这么恨？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照顾他嘛，你没有给他编列，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给他好的预算。让他可以有好的装备来保护自己。然后如果说万一因公殉职，这个警察也是一样，我们也看到很多警察因公殉职。那现在谁去？我们都讲一句话：今天公祭，明天忘记。那时候在30几年前，侯友宜他还在出生入死保护人民的时候，他的岳母只是为他自己的女儿留一块地给他，让他将来不至于说是没有先生、没有小孩、没有人照顾。其实，但是侯友宜讲这句话，他讲的那句台语，我记得很清楚。他讲什么？他就是说，他丈母娘用台语跟他讲，我老几代跪好你吹了，就是留一块糕，让你可以真的煮饭吃。所以我们不得不讲说，民进党这一次去炒作这个凯旋院的事情，真的是炒到毫无人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故事。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件事情应该要跟这些年轻人说清楚，当初什么叫做老几代跪好你吹，这句话一定要跟年轻人让他们有了解这种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把它做成广告来做宣传，我相信可以换回年轻人的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